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9日下午的18点38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道指呢在昨天出现了一个非常小幅的反弹，反弹幅度仅有0.55%。在这样的反弹的基础上呢，我们看到啊，行情的整体方向依然是在日线级别有一个下跌趋势。为什么呢？因为在12月5日这一天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紧接着走8阶阴线，8阶阴线后面出现2根阳线的反弹。第一个阳线呢，涨幅是0%，但是它是阳线，我们看到因为它低开之后出现了一个阳线，涨幅是0，那么后面紧跟着0.55的反弹。这2个阳线呢，在我看来都是日线级别对8阶阴线的一个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就容易走日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目标位呢是在32000点附近。那么这轮行情为什么有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呢？原因是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了本轮行情出现了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分别由悟空阳线组、8阶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构成。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做了2个周线级别的阳线又起了2个周线级别阳线，但是这2个阳线呢处于一个21年5月之间的一个筹码密集区，所以呢在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我们有日线级别到周线级别对称性下跌的一个预期这种预期呢符合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有这个日线级别下跌继续往下走的一个预期，日线级别到达目标点位是在32000美金。那么周线级别我们有预期它重新回到我们的下跌通道当中来，也就是说做平行式的对称式的下跌平行于哪个位置呢？平行于22年8月份这一轮下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比特币的看法，我们先来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由于美股在昨天晚间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反弹呢，比特币也做了一定的跟随效应但是我们看到了目前很多空头都感觉到行情走势非常危险，感觉很大的反弹要来，但我在这个里面并不这么认为。首先呢，这轮行情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当中观察到了什么呢？观察到了它的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首先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看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悟空阴线，悟空阴线之后走8阶阴线组，然后是沙僧阴线，沙僧阴线之后正常来说有一个下跌的预期形成唐僧阴线最终呢跌破4小时级别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最终呢形成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在这个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可能时间级别得以放大到日线级别甚至到周线级别，最终呢我们判断是到10500的一个目标位但是昨天晚上跟随美股它的这个从0点到4点钟的这根阳线破坏了一个下跌趋势。怎么破坏的呢？我们要注意看这根阳线呢涨破了8阶阴线组和这个悟空阴线所以呢4小时级别的下跌，因为这根阳线的破坏正式宣布被消灭了被消灭了。在行情当中我们要记住的一点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那么怎么控制呢？就在这里面，如果出现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之后标志性的悟空阴线的开盘的这个价格，也就是悟空阴线高点的这个价格，开盘价的这个位置上要设置一个止损。那么接着行情我们看到了一个8阶阴线这是我们的获利范围，沙僧阴线这都是我们对于空头方向的获利范围。但是行情在反弹过程当中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我们在这个4小时级别下跌预期的一个止损位，所以呢这里面这个位置上应该暂时出来。那么昨天为什么涨幅这么大呢？有2个原因一定要注意，是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外围市场美股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反弹。我们看到开盘之后有一个反弹过程，直到
24点的时候啊，这个大幅的上涨开始结束啊，然后开始震荡。那么第一点呢是美股的上涨呢带动了比特币的一个上涨。那第二点呢是因为场外 USDT 我们看到一直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USDT 价格的下跌呢，让比特币的价格得以上涨。那总的来说呢，你虽然赚到了行情当中的指数啊，对于多头和现货来说，你虽然赚到了行情当中的指数啊，但并不一定能赚到钱。原因就是 USDT 的价格一直处在下跌的趋势当中啊。为什么它要下跌呢？甚至目前 USDT 的价格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144日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呢。原因就是啊，那个国内疫情啊，通通放开之后啊，中国可以和外国进行正常的贸易了啊，所以呢，导致 USDT 下跌，那人民币啊就升值了，就相当于。那么这种升值呢，我们在18年的行情当中和15年的行情当中啊见过。见过之后呢，会导致通常会导致比特币的价格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涨但是往往这种因为外汇原因导致的上涨非常具有短暂性它的时间周期是短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观察到比特币在前面行情当中它做了什么时间级别上涨呢？它做的是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那基于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我们再放大一个时间级别，给它一定的空间找到我们合理布局空单的位置因为我还在坚持应该是布局空单，因为整个行情当中我们依然看到日线级别和周线级别的144均线你看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处在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并且呢在周线级别上它已经在11月初的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所以呢行情整体依然是看空的。那么在看空的情况下，我们观察到那个外围市场道指呢，它出现的是周线级别的反弹那么比特币在这里面一直出现了一个非常弱势的下跌它的反弹呢也仅仅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我们就给它一个更大一个时间级别的反弹的预期原因是我们观察到外围市场美股略微上涨了一些，然后人民币的价格在上涨 ，USDT 的价格在暴跌所以呢，给它一个上升一个时间级别的预期。那么位置在哪儿呢？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在哪里出现呢？在11月30日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后面的震荡呢，对于多头来说是它的干扰性 K 线。也叫腰果 K 线。那么如果出现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的话，我们给一个目标位接近2万美金接近2万美金是一个它的一个压力位，也是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注意听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一定要关注这个时间周期的概念。你没有固定的时间周期，你就没有办法对行情有个预期和判断那么在这个位置上，2万美金的这个位置上可能是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目标位，同时上方压力位也在2万美金。我们看到是目前是在2万050、2万100美金这个附近出现。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注意这个位置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是从哪儿来的呢？注意看是从2022年6月17605这个位置上低点出现之后，在后面的盘整过程当中形成了44等位置波谷这个等位置波谷呢位于19000美金。那么上方一点呢就是2万美金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压力位和关键性点位这个位置到达之后是不容易突破的，因为我们在行情当中观察到了什么呢？外围市场美股它走的是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但是比特币一直是弱势，我给它一定的机会
给它一定的空间，那么它最大反弹的目标位啊，也就是在$20,000整数关口附近。那么这个位置呢，一定是做空的位置啊，一定是做空的位置和现货出场的一个位置啊。我不提多头，因为我在形容当中只做现货和空头方向。一定要坚持住自己的方向，才能在行情当中获得趋势上的利润，这是我一直以来说的。但是目前行情因为人民币汇率的改变USDT 汇率的改变有一些多头出现的迹象，所以呢，我们在11月30日这里观察到的悟空阳线，就有可能出现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如果出现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我们的压力位是在$20,000这个重要的关口附近。那么行情依然在这个位置上震荡我们就要开始布局什么呢？开始布局空单。为什么还坚持布局空单呢？因为熊市低点还没有走出来，目前的下跌在更大的时间级别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在日线级别上11月8日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10月9日出现了一个8节阴线，那么下方呢就有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预期。周线级别上呢，我们看到10月7日出现了悟空阴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那么就有一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预期。那么反弹呢，并不构成反转，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反转的概率非常低。为什么呢？因为在6月到11月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形成了一个长达4个月的筹码密集区也就是顶部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位可以摸一下，就像一个人因为重力作用一直被压在地板上但是如果他奋力一跃的话，他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弹跳好吗，摸到你身处这个房间的天花板，但他只是摸一下而已大的趋势还是下跌，它会因为重力的作用还会跌下来。所以呢，行情在这里面因为外部的因素刚才我们说的这2个原因可能发生一定的反弹，但这种反弹呢，恰恰是会给我们做空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比特币的这种规律性非常强的币种上面这种规律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35,000跌到17605，这轮下跌之后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反弹，那么它的最大反弹幅度44%，44%反弹之后，它基本上形成了前面这段反弹呢，基本上是形成了一段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但最终呢，对称型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快速回打下来之后连续震荡这个反弹呢经历了3轮反弹之后发生了下跌，让我们看到了$19,000到15500这个下跌过程。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同样的事情依然可能会发生。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在日线级别上看到了它这里面有一个2次波谷可以进行合并的位置这是第一次波谷、第二次波谷、第三次波谷。反弹完成之后，它会形成第4次波谷，4次日线等位置波谷形成之后，会出现一个江恩的4次等位置法则，等位置法则出现之后，会有一个继续下跌的过程。所以呢，目前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之后，我们就要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当前呢，所有的反弹呢，我认为仅仅是对我空头方向上的一个重大干扰，所有的 K 线呢都可以理解成妖怪 K 线干扰了我对空头方向的一个判断，但干扰终会结束低点总会出来低点出现之后呢，在低点出现之后，我们才会发现，回头看才会发现这个低点真正在什么位置才会验证谁说的对谁找的位置好所以呢，目前行情多头虽然在发育，但是空头呢也不要紧张，慢慢找到我们布局的一个好的位置。那么在这个不确定的情况下呢，尽量做一个观察仓。这个观察仓起什么作用呢？起我和行情有一定联系的作用。只有我和行情出现关系、发生关系，行情的动态变化，我才能第一时间发现
啊，我才能第一时间有感觉啊，然后呢做出反应，做出正确的反应。那么在熊市当中，在144均线和169均线啊，依然在下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是坚持我的方向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 ETH 的涨幅也是强于比特币的啊，原因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啊，日线级别上它有黄色的这个线。啊，也就是144均线支撑，遇到支撑之后反弹上来，但是我们看到上方有一个筹码密集区，这个筹码密集区呢是由10月底的波谷连线延伸过来的，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它的快速上涨的上方的空间已经不大了啊，所以呢，后面的行情当中还是看空以太坊的。目前呢，我们看啊，上方的压力位在哪儿呢？上方的压力位在$1400这个位置上。啊，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以太坊的日线级别，169均线啊，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压力，并且呢，目前随着行情的进展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给出了我们一个焦点位的这个位置啊，是在12月22日晚8点啊，这个位置上进入到焦点位。啊，焦点位呢相当于一个黑洞，所以呢，如果后面反弹到达$1400是可以布局空单的啊，然后布局空单之后啊，它可能会进入到这个黑洞啊，价格就会走下来。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了周线级别上，以太坊8月份的行情当中就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阴线，后面的行情走8节阴线组啊，这个8节阴线组走得非常复杂。那么当前行情正在一个沙僧阴线的这个势力范围，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所以呢后面的行情当中还可能会有一个唐僧阴线啊。那么目前价格$1300附近啊，距离我们最终的目标位$260还有非常远的距离，因此以太坊还有非常多的下跌空间。啊，虽然行情当中走到这里面有一个利好出现啊，就是以太坊的升级可能会在来年3月啊被推迟了，但是这个利好呢，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这种利好，熊市当中呢是不缺利好的，利好呢只是给了空头的一个更好的做空的一个位置啊，我们一定要理解这句话，熊市不缺利好，牛市不缺利空。啊，这个真实世界呢，往往是和现实的 K 线相反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啊，它的一点点的反弹啊，还不足以动摇空头方向大部队的，特别是我们从这个今年4月份$3000以上就开始布局空单啊，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啊，对于高位空单来说还不足以啊，因为这一点的小小的反弹啊而动摇。那么坚持在$1300到$1400布局空单，并且设置止损，分布式进场啊，是应该在以太坊的这个币种上啊做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了 FTT 的大幅动作啊，这是一个浪子回头币啊。我们在 FTT 上看到了什么呢？因为 FTX 交易所爆雷，无法提币，无法交易，导致了 FTT 从$85跌到最低点$1.22，跌幅超过99%，我们测量一下，98.63%的跌幅。这样巨大的跌幅之后啊 ，FTT 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什么呢？构成了一个浪子回头币。什么是浪子回头呢？就是一个坏人被他十恶不作，甚至被抓进了监狱啊。但是呢，他稍微做一点改善，我们就会认为这个坏人充满希望，有各种可能，各种机会，甚至很多人会对他产生非常强烈的好感。那么 FTT 跌到$1附近之后，就进入了浪子回头的一种状态。浪子回头币呢，往往涨幅非常惊人，类似的东西就像 Luna 暴跌归零之后它跌幅已经超过99.9%了暴跌归零之后变成了新的币种 Luna C， 然后 Luna C 就有非常好的一个涨幅在前面行情当中，我们观察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涨幅。那 FTT 交易所在关闭、无法提币、无法交易甚至被驱赶之后它的任何一点利好呢，都会让市场上的资金转移到 FTT 上来，所以呢 FTT 这种它是今天的拉升呢
不足为奇啊，不足为奇。在前面的震荡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啊，比如说日本方面啊对 FTT 交易所进行收购，甚至是开放交易啊，让它有一个快速的拉升啊。这个在前面的行情当中大概是涨到 1.6 啊，大概应该是在11月30日这个位置上啊，所以呢，它的拉升动作有它浪子回头币的一个必然性的特征啊，有个这个必然性的特征。同时呢，我们还看到BNX 这种币种也有其共同的特征。那么今天是12月9号，12月9日、12月10日呢，BNX 要增发10万枚这个利空呢基本上已经出尽了。目前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它有一个2轮的日线级别下跌第一轮在这个位置上，悟空阴线、八级阴线、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后面的行情当中跌破了140均线和169均线。我们看这一块这个是5日均线和10日均线同时跌破了144和169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我们观察很多币种的时候都可以以它为依据就是5日、10日均线跌破了长周期的144和169，跌破我们做空，涨破我们做多把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作为操纵线，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作为观察线，操作线跌破观察线只做空不做多操纵线涨破观察线只做多不做空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所以呢大概在70美金附近的时候我做的位置比较低在70美金附近的时候我开始做空然后吃了有大概100多点然后目前呢我们正在等待它10号落地就是增发10万枚的这个消息增发的不多，因为它总量2100万枚但是这个利空呢在非常脆弱的深度极度热化的一个市场里面被无限的放大之后，让它出现了一个暴跌行情，那么跌幅呢达到了70%即使这样大的跌幅，我仍然认为它跌的不够彻底，不够透我认为它跌95%以上90%到95%以上才是现货对它抄底的一个时间点，同时构成了一个刚才我们说的类似 FTT 的这种浪子回头币的币种特征所以呢这种这个浪子回头币这种暴跌的币种暴跌之后有可能出现浪子回头的币种多空方向是都可以吃的，是两头都可以吃的，同时也是你暴富的机会，抓住之后容易暴富的机会所以呢在行情当中多多关注这种。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主页右上角的链接上淘宝链接上找到我 K 线稀有战法一书的购买地址。同时在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